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欢迎这位夫人出场了，而且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安排，就是我要先请夫人出来。他第一次上节目哎，他一定吓死了。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夫人，然后如果还不知道先生是谁的话，可以从夫人的身上判断一些蛛丝马迹，就说哎，这是谁的太太啊？他怎么会这样讲他先生啊？这样，然后再让先生出来啊。这位太太叫做 Penny， 好，我们欢迎 Penny 出场。Hello，S 姐，康永哥好 ，Penny 你好，欢迎。我知道你在后面很不，你在后面很不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紧张。你很紧张吗？你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是在冒汗还是在？就是心跳正常吗？很快。有想抖吗？就是快吐了。可是我们私下见过那么多次面呢。就是私下很放松啊。哦。就趁他先生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先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，就是没有结婚前，你是你先生的粉丝吗？你崇拜他吗？以前我喜欢他的歌，可是没有崇拜。你有去过他的演唱会吗？有花钱买票去过演唱会是不是？对，买专辑算吗？你有花钱买过他专辑吗？但是没有花钱买票去看演唱会。对，我没有哎。你是跟这位先生结婚之后才见到了其他的明星们本人吗？对，算是。包括见到了王力宏本人。对。那你婚前有花钱买票去听过王力宏的演唱会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像很喜欢看演唱会的人。我觉得我啦，所以即使周杰伦的你也没看过哦？有看。你有看周杰伦的 ？Why？ 因为是有一个好姐妹非常喜欢周杰伦，她就让我陪。你得罪他了，你得罪他了。得罪门后面那个人吗？对。哦，所以周杰伦那个票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吗？就对啊。但是我老公演唱会真的很好看呢。你又没去看。我说现在。你现在看着他的脸，还会觉得他帅吗？帅啊。怎么样？你的表情你表情很失礼耶，失礼。你是说你还没有看他看腻哦？我觉得我还好，可能他常常不在家吧。这样小别胜新婚的意思。他如果这样牵你手，或者这样抱住你，你还会有那种就是小女孩那种兴奋感吗？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leave me alone 这样子。我懂。比方说刚刚要走出这个门之前，他不会在后面这样环抱住。有，他刚刚就这样子在我肩膀这样子，哎，不要紧张这样子。你就说 leave me alone。我倒是没有，我很需要，我现在很需要他。然后我们是不是很有把握？今天都是太太讲先生的坏话，轮不到先生讲太太的坏话。真的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讲。但我个性比较急，就是比较容易被激怒或什么的。有比他会更容易被激怒吗？其实他 EQ 很高哎，他其实在就是遇到比如说不开心的事情，他是会很冷静。然后因为他以前来上我们节目，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很火爆爱讲道理的人。他非常爱讲道理。他现在这个坏习惯还没改掉。只是更长。Oh my god！ 结婚7年，你要听那么多大道理？天天在我耳边在念说，对不起，可不可以讲一件好事？就在他出来前讲，你现在有没有一件可以讲的？有啦，他明白直爽的好事。就是他很顾家啊，这是真的，他真的很顾家，然后非常 care 小朋友。他现在身材还是那么好吗？因为他蛮自律的，他都会运动，对，哇，没有停止过，这很厉害耶！结婚后，那他现在的粉有越来越厚吗？你这样，他等下出来会不会很紧张啊？你干嘛问这一题啦？因为他以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年纪还不需要化太厚的妆啊。你等下自己用眼睛看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整他够久了吧？好，我们要欢迎这位明星出场了，欢迎他先生出来。欢迎陶喆，谢谢 ，Hello， 嗨，好久不见，嗨，欢迎海勇哥，好久不见。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趁着你不在的时候讲一些你的事情。我后面有隐隐约约听到一点啦，因为后面不是很清楚。就说你废话连篇，很爱讲大道理。我听到有很多笑声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有称赞你的话，说你很顾家 ，OK， 然后说你很在乎孩子，然后好像说现在粉用的越来越厚。粉吗？是我的粉吗？自己讲的，我们都没有讲这件事情，你干嘛？是你化妆师跟我讲的啦。是吗？我的粉今天还好吧？有吗？有很厚吗？我觉得还蛮厚的。
许是你们的光有问题人。家你老婆来宾很敬业，才帮我们化很好的妆啊。好了，但很帅啦，哦，谢谢。可是很像蜡像。真的吗？他蜡像都来了，不要再讲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个不可解的事情是，以前陶喆都挡住别的节目邀约他太太，哎，为什么其实为什么这一次要答应啊？其实确实是有，在这几年，公司也有问过我，那我就一直觉得她其实是一个真的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，她不太会跟人家社交，她比较但有时候我就会跟她说，哎，我说你可以，比如说，哎，找一下 S 姐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吃饭啊这样，所以那我觉得她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说，你希望她学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要学别人身上的东西？像你呀，就做好妈妈呀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好妈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是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希望他可以有多一些见识。他是一个就是很，我觉得好严格哦。就是他希望太太出去跟他做朋友是学到一些东西。你就不能让你拍？他为什么不能认识一些很垃圾的人，然后做一些很垃圾的事情？当然，在这个当中，他可能也会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说买东西啊、购物啊。购物没有不好，真的吗？购物不好吗？购物很好啊。我是不喜欢购物。对，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对，要会购物，就不用乱买嘛，还是要买东西啊。所以你是说他去聚会的时候学到了购物这个恶习吗？当然不是说那种奢侈品，或者说那些东西了。其实他也会买很多家里面的东西，比如他会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个机器特别适合小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或他可能会真的什么机器适合小孩？就是比如说一些消毒的机器啊，或者一些什么食物调理机，把小孩放进去，然后会自动喷洒那个对消毒，这还得了？好，他们很慷慨的拍摄他们在家里给我们看，我们等下可以一起来观赏。好，欢迎两位，请坐。谢谢。我在想，明星先生让太太来上节目，是不是夫妻生活进行到一个程度，实在沉闷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聊了，就制造一点话题。对，所以如果今天来了以后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来，回去就有新的东西可以吵一下。对。可他们小孩才1岁，他们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。小孩1岁还很小哎。很小。就是照理说你们应该还在很忙碌的状态啊。对，其实真的蛮忙碌的，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认识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那么急，说一定要马上要生小孩。可能那时候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希望说，当然我年纪比较大了，对，那我也不希望说给 Penny 压力，说哎马上我们就要生小孩，否则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我们没有我们的一个自己的时间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等了，对不对？过了多少年之后，我们才说，哎，4、5年之后我们才决定生第一胎这样。陶喆作为一个音乐圈的偶像，其实讲话还蛮勇敢的耶。就是我看到他那个PO 自己的照片出来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一群年过半百的大叔，他愿意让年过半百这4个字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很勇敢呢。你不在乎吗？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没有所谓的。我应该还好吧，我没有什么偶包吧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吧？那你在家会穿得很邋遢吗？你是说4角内裤拉到很高的地方那种吗？就是只穿个4角内裤，然后可能那个已经穿很旧的那种很垮的 T 恤，会，但是因为家里有阿姨啊什么的，所以也不能穿得太那个嘛。哎，我真的对你们的婚姻生活还蛮好奇的，我想知道一些事，而且今天拍到了你们住的地方，是。好，我们来播出第一段影片。现在要介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客厅，然后我们还没生小孩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喜欢晚上在这边看电影，因为 David 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，就是他很喜欢在半夜前看很多恐怖片，然后我就是想要陪他，但是呢，我又很害怕不敢看，那我就会一直滑手机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时候就会把电影停下来，就会转头告诉我说：“你到底是要看电影还是要玩手机？”然后我就会乖乖的，就是把手机放在旁边。其实我们买客厅有一个桌子啦，就是很漂亮的桌子，玻璃桌。但是因为Bono在桌，因为他开始会要爬要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桌子搬走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吃宵夜的地方，就是变成这个小桌子。有点困难，但是在床上吃吗？还是蹲在地上吃吗？蹲在地上就地而坐，这样。
好，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家很占空间的东西，叫做种植物的灯。就是当时 David 就异想天开，想要在家里种很多，比如说迷迭香啊、9层塔什么的，然后试图要用这个灯让它长得很快。照灯啊，现在就是废弃在这边，然后一直都没有用，非常的占空间。虽然说它这个很占空间，但是我也就是想说跟它拼一下，所以我也就是有一只很大的熊在那边。这个才荒谬吧？是大到那太大了吧？大到不合理啊！大家就把这个阳台弄得很热闹。那我现在要为大家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送我的第一份礼物，就是这个经典的那个包包。然后呢，它很好看，但是它真的有如千斤重，所以当我收完之后，我就很开心，但是它就永远就躺在我的衣柜里面，因为它真的太重，因为女生包包东西真的很多，真的很重。那我现在来介绍这个空间呢，就是它其实现在是我儿子的房间，但是他以前呢是 David 的音乐工作室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我儿子的，比如说很多娃娃啊，然后有地垫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高级的跑车，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酷，它是真的可以开，然后还可以放音乐，然后还有什么打档啊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车很酷，也是我很好的朋友送的。1岁已经可以玩那个了吗1岁应该不会玩吧？哦，这是我生完小孩之后回到家，然后收到的其中一个礼物是侯佩岑送给我的。他其实送我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好实用哦，就是它是俗称的尿布台啦，然后它换尿布其实很方便，尤其对新生儿来说，就是腰比较不会酸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然后下面都可以放很多置物的东西，但是大一点就是不要在上面，怕小朋友乱动，万一摔下来就比较危险这样子。尿布台，尿布台其实根本就可以不用买，哎真的啊，就这张桌子就可以换尿布吧？哎，你威尔都可以换尿布，那个是侯佩岑送我们的，那是一个多珍贵的东西，你这样怎么可以说侯佩岑送我们的东西是不重要的？侯佩岑一定是体会到他没有用，他才把它送给你啊！是这样子吗？这应该是2手货。没有啦，轩轩难怪不太稳，有点摇来摇，有点晃。哎，等到你们不用换尿布，你们会送给别人吧？不会，因为我要继续生啊，哎，对，就继续留着。什么漂亮？我觉得其实很棒，这句话是怎么讲？就是我们要再生第2胎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不要再买，对啊，就可以省一点钱。所以你是在鼓励他想生孩子的想法，还是说鼓励他节省的心情？我觉得都应该当然是希望可以有第2胎了。是那这些东西你们现在有在努力当中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有。他是还希望说想要再等一下。你讲这句话，我们脑中就会有画面啊！你干嘛问这一题啊？没有，我就想说有些人会可能说半年后啊或什么的。不是夫妻会回来说哦，我们已经不努力了，就算了吗？停工吗？哎，所以 Penny 生小孩这件事情的速度也是婚前就讨论的吗？对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先2人世界嘛，然后4、5年就觉得，哎，差不多好像开始可以生小孩，我觉得一直都是是我们4、5年就差不多2个人已经没话聊到极点了，是不是？就差不多可以生个小孩来，就是有新话题这样子。是这种感觉吗？对啊，其实我很崇拜你哎，我觉得生下3个小孩子的妈妈，我都很崇拜，觉得很时髦。不是三个就时髦，是不是？很时髦哎，3个小孩。其实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就跟全世界生过3个小孩的女人都一样。你走在路上，只要看到任何一个女人牵着3个小孩，我觉得很崇 Oh my 拜 God，fashionable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其实2个不时髦吗？因为照顾一个小孩真的不容易，然后再经过3个生产跟3次怀孕，真的很累。那生4个时不时髦？我觉得可能有点疯吧。我觉得3个真的是蛮刚好的啦。我有读到他们说，夫人在生的时候是上半身是清醒的。对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产妇可以上半身清醒，下半身麻醉。哦，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直男不知道，真的啊，你听到也觉得很恐怖吗？上半身是上半身清醒可以跟你聊天对哦，然后下半身正在就是生孩子。丈夫可以握着你的手，然后就是跟你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然后下面就是一拉扯，然后连你视觉上怎么处理才不会知道
它就是一块布一块这样把你布啦盖住，看不见然后这边是肚子在剖腹，对对对然后这边就是跟老公和姐姐聊天。哎，所以可以看电影哎，那个时间只可以看短视频，很快的，很快吗？当你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你不会有时间的概念，对，因为你在那边还是紧张。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很紧张。我不紧张，但是他很紧张，然后是有一个，那我什么都看得到。对，因为他连来上节目都想吐的话，他那个时候一定紧张死紧张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紧张。我很紧张哎，因为我好怕宝宝健不健康啊什么这一所以类的。陶喆干嘛要选择进去啊？他那时候会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我在这边，一个是你在另外一边，你可以拍穿好了所有的那些隔离衣，然后你要拍。但我说拍就有点太多了，我觉得那个就不要了。因为也不会拿出来看呐，太可怕了。有时候睡觉前可能看一下这样子，很恐怖对，再放个音我乐。有拍过，然后看真的是觉得哦不行，你会建议先生不要看，对不对？我就说随便你要不要看。然后因为是大 S 也陪我进去，嗯，然后大 S 就是全程就是看得很仔细。他说因为他很怕那个医生把什么东西不小心掉在肚子里面，然后就缝起来了。所以他是去手盯，机吗？他去盯场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间是陶老师本来的音乐空间。对对对。本来是很酷的，有那些什么录音。本来其实是2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比较靠右边的那一半是我的，真正就是我的创作的地方，我写歌的地方。我在那边做了很多张专辑，然后现在整个变成是儿子。就现在就变，但我觉得也 OK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跟Penny 说，我说其实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室啊，在公司嘛，有时候如果你可以离开家里面去公司工作，其实你可以更专注、有一种更专心。逃离的感觉，逃离这个家的感觉。也不是逃离这个家了，就是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了，这几个空间去。所以反而是好事。对对对，反而是好事。不，他刚刚说 Penny 的时候迟疑了一下，让我担心会不会叫错太太的名字。你现在还会出这种错吗？没有了，因为我很少，现在我以前也没有，不是因为我其实不叫他叫 Penny， 通常你叫他什么？一个就是叫江江，我刚认识他，因为他姓江，哦，所以我叫他叫江江。讲讲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或者就是宝贝、爸比，爸比。就是把握的那个把，然后鼻子的那个鼻。对对对所以 Penny 叫先生就叫 David。没有，我也是叫就是 baby 比较多。没有啦，你叫我叫皮啦，老皮啦。对，就是因为他有一次要传讯息给我，他要传老婆嘛，就后来因为他有点喝懵了，然后他就打成老皮，然后所以以后我就从此之后我就叫他老皮这样子了，老皮对。喝懵还会传讯息给太太，很感人。就要说要回家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老公也会啊对啊，Baby on the way。是你催他了大概40通电话以后吗？我从不催的，我都会打去说 Baby， 你大概还要多久？他说这就是催没有啊，这他就说大概6小时吧。大概半小时。我说哈，我说你要不要再晚一下，这样我可以去我邻居家喝个酒还什么的。不要太早回对，来，我说你不要是不是？太早回来。他说可是我已经有点醉了。我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再多追几杯嘛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。你希望先生在外面混久一因点。为如果他真的就不在的话，我就可以跟姐妹一起那个玩一下。其实如果走不下去就算了。已经有3个孩子，真的是很难呐。哎，他们快满7年了。其实我们在一起8年了吧？8年了。就是交往的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交往的时间。陶喆有一件事很感人的，我觉得，你老婆说她跟你在一起8年，看到你的脸还会觉得很帅。你对着来宾的脸讲这种话，有礼貌吗？你超失礼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因为要这样观众就跟着你一起看陶喆的脸，说对呀，他还会帅吗？这个我要解释。其实有时候那种帅不是看外表而已，是看我的内在。你自己笑的哦，不是我们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真的，真的。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他会看我穿某一种衣服，他就会说，哎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套全黑色的运动服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好像正要出去运动，跑步还干嘛？他说哇，你这个样子就很帅。我也会这样跟我老公讲哎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老公常穿，就是他常常奇装异服啊。对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麦给是我好兄弟，他有时候确实是会穿一些我也会觉得说哇，这个衣服好像是丝绸嘛，对不对？
麦克很喜欢吃那种亮亮的那种丝绸，然后对对对上面会有庙啊，或者是孔雀什么的之类的。然后有的时候他去要运动，他就会全黑了。我就说 baby， 他就说干嘛？我说你真的穿这样很帅，你以后常穿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不能说他平常穿丝绸的时候好像太过分。对，我有时候看你先生穿衣服，就想说啊，行走中的歌剧院，就是这个人很华丽。可是 Penny 那个刚才拍的时候讲的第一件事情说睡前看恐怖片，对，然后你想要边玩手机边陪先生看，先生会指正你，他会很生气。所以先生是要求做每件事都要专注的人。我觉得他对于看电影特别有强迫症哎，然后他只要我看一下手机，他只要一瞄到就这样，你到底是要玩手机还是要看电影？然后我就会乖把它放起来，然后趁他不注意在看的时候，如果他在前面如果做一些伸展啊或什么，他还会特地这样转头看我，还有我们在玩手机耶，他很强迫症，因为他很怕你不追到剧情就投入不了这个电影。可是那个恐怖片我就不想看，我会做噩梦。要这样子讲。OK， 这个要稍微我要讲，我要澄清。第一个，这个就需要澄清。他因为这个东西的起源是，他有时候会说，你都不浪漫，为什么我们都不能两个人一起看一部电影？对呀，对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说，好，那今天刚好有一部电影，我说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看，因为这个电影其实蛮好的。然后结果他就说，好吧，一放，他就开始玩手机，然后睡着，就是整个睡觉。然后那个音乐如果有一点点，就是那种他就觉得是鬼片，可能只是一个其实不是吗？可能只是文艺片而已。我懂，因为他根本没在看，他就在玩手机，然后一听到就鬼来，对，他就鬼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会说你现在陪我走到房间里面去，他会这么怕哦。所以你们睡前看这个不会做噩梦吗？我一看我就做，所以我从此不看。他天天看，天天才跟我说他做噩梦，我就很生气。不能看喜剧片吗？对，我就说可不可以看一下喜剧片？我们俩不是很快乐吗？睡觉前很开心嘛，就硬要看那种很恐怖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，陶喆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部在讲婚姻的一部电影，恐怖片，不是婚姻故事，对，而且你知道，还有恐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个电影是有中文字幕嘛？那因为他这样他可以看得懂嘛。然后呢，我不是说你英文不好，我只是说他就是说你英文不好，我就说要英文字幕。而且他刚才一开始是说他去美国念书，你还这样羞辱他。不是，真的加拿大不太一样，加拿大对 ，OK， 所以我就看之后，我就后面看，他就一直在传信息，我就后面说我不看了，因为其实我是为他看那部电影。就是啊，对，这件事有一点同意他，就是邀你一起看电影，结果你不专心看，我会觉得我会生气。怎么办？这题我们没有要站在你这边。那以后不要约我好了。OK。可是今天 Penny 的公信力在降低中间，因为他片头的时候在那边控诉说那个植物灯有多占位置，然后我的眼睛根本就被镜头前那个毛茸茸的东西那个熊，我想说他到底养了一个沙漠还是什么东西？对，结果是你的熊。没有，我想说可以陪我儿子玩。你的控诉，你的熊比他的灯大概大10倍吧？对啦，是啦，这是真的。那个熊根本大到在阳台上都放。没有，他在晒太阳。刚洗完，那个熊洗完了之后，因为它太大了嘛，不可能在洗衣机里面洗嘛。他在哪里洗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洗，他们在哪里洗？他把它当做一个真的熊在那边洗，你知道？在浴缸里面帮他这样刷洗，对啊。洗完了之后放在阳台上晒了1个礼拜才会干，那外面的灰尘都在上面了，又脏了，那你也不可能再放进去嘛。所以他就一直放在那儿了。没有啊，去我儿子房间。他在外面好几天了啦，他每次在外面4、5天。我今天本来以为 Penny 稳赢的，可是我今天有点同情陶喆。就是 Penny 讲真的，因为你放在阳台，它真的吸灰尘哎，然后你要不要了呀？对啊，不是你根本没有，他要买的时候那天我就跟他讲不要买，那我就说好可爱，我就说不要买，就还是买回来。那你有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啦，就受不了我样子。对，只是说啊 ，OK， 好吧。哎，真的，我还跟你讲一个，我这一次就是终于买到 U2 的票，看演唱会，然后当然他不知道 U2 是谁嘛，对，看到最后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兴奋，我们所有朋友都很兴奋，然后他最后看了一半就开始玩手机嘛，
在演唱会的现场吗？现场在玩手机。他是玩游戏还是说跟没有玩游戏，他就在看一些影片啊等等啊。在 YouTube 的演唱会现场吗？对，在东京，在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，旁边的人都很投入嘛。结果他居然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等一下，他们会有 encore 吗？”很闲，是不是很怕他们有？他不是说他很兴奋，是等一下会有 encore，他不是他说等一下还会有 encore 吗？就还好，真的就一首歌，哇，他多开心啊，马上可以去吃烧肉了。可是他就不认识 YouTube 啊。对啊，所以以后就不要约你看演唱会。Penny 当时他邀你说我们去 YouTube 的演唱会的，你干嘛不跟他讲说我其实没有兴趣？可是我想说可以去日本玩就去一下吧。就演唱会熬越过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姐你也有在迷 YouTube 吗？我觉得 YouTube 很重要。天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场的女生真的不是我那个年代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场女生都我们没有，他是我前面一点，所以我没有。对啊，是啦，是前面一点了，也是我前面一点了。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当代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也可以。可是我也懂陶喆的心情，希望带伴侣一起参加重要的时刻啊。对。哎，陶喆，你出场前，我们问他婚前有没有去过谁的演唱会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认识之前，你都没有看过任何人的演唱会嘛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他刚刚讲了一个，他有看过。真的吗？我们本来讲了王力宏，他就说他没有去过王力宏的演唱会，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很爱去演唱会的人，然后接下来就讲了，可是他有去某人的演唱会，而且是买票去的。真的吗？你会为此而吃醋吗？是不会吃醋啊，只是说我真的好像不记得有这件事情。他去了周杰伦的演唱会。周杰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到底哪一集要让周杰伦休息啊？就是周杰伦自始至终都不能上厕所。可是我觉得你不知道这件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啊？我不知道，就好像没有聊到就对啊。还是说你骗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不看演唱会的人？我没有，我只好我们你在周杰伦的演唱会有没有滑手机？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个啦，还是没有 iPhone 是不是？没有 iPhone 啦，只是没有什么好滑，没东西看。对，那时候对，没东西看。他刚出道的时候是不是？没内容。对。然后你自己的演唱会，他要常去吗？他都会去看啦，都会去看。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对，不会啊，我很享受，好不好？那你为什么婚前不去看他演唱会？就是小时候比较不懂啦。又小时候？对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就是以前在你先生的演唱会，你有没有滑手机？我真的没有，不可能，全程都专注的。好，我有拍照啦，我有拍照，看可以算吗？拍照不算，拍照 OK 啊。然后你有没有问他说，你这场有没有安扣啊？没有，不，我没有啦。那演唱会完了之后，他那么又辛苦可是又兴奋的状态，你会怎么知道安排他结束后要，比方说要吃宵夜呢，还是要帮他按摩？通常他的演唱会之后都已经会有一个庆功宴啊，然后就是大家就喝得很开心啊，这样全部工作人员大家一起这样子。他一定会喝到醉吗？对啊。他喝醉是不是也不会做什么太丢脸的事？他其实不会，他在外面都还蛮乖。他快喝醉的时候，他好像都会赶快回家，就是回到家再放松这样。他外面不太会。到家里的时候会吐吗？他不吐的他完全不吐。我们怎么会在讲他吐会不会吐这件事情？离题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常常研究奇怪的讲你听不下去了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都是没有意义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其实有一年真的演唱会，好，你看你们都没兴趣了吧？不是啦，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很好听嘛。对，我知道，不好意思，但这个也很有意义。被来宾指正我们在聊没有意义的事。想说怎么可能都不吐啦？对。啊，不吐很神奇耶！对啊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怎么做到的？
我就是吐点很低，我的吐点很低，真的。他真的很少吐。可是他真的有一次演唱会，他帮我安排了一个真的非常感人的一个庆功宴。你现在是要把故事导向到有意义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确实是有意义啊。请说，请说。对对对，是什么局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上海，在上海开完一场演唱会，然后结果很多朋友从很多地方其实去给我一个惊喜。有超过10个人吗？不止，真的蛮多人，有30-40。结果30-40个人还可以瞒得住你，真的，而且我还要帮他们偷偷安排演唱会的票，然后他们坐在后面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对对对，他跟公司串通这样子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有去。对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。都没有，是很辛苦，猜到很辛苦很辛苦。而那个时候好像是刚刚结婚没多久，就觉得其实他很会安排惊喜。请问当时你在想什么？就是你觉得刚结婚要让他，因为那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，就是给他留下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生日的回忆这样。所以是每一次生日你都要制造惊喜吗？几乎除了我怀孕那一年没有。这么累。所以每一年生日，你真的都被惊喜到哦。真的是，他真的很好骗。我不是很好骗，其实我是个，因为我是个立刻反驳，我不是很好骗。我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对。但是他真的策划的让你完全抓不到任何的那种马脚。你这个叙述语句，就听起来好像他要杀你一样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要杀我的话，我也不会知道。就可能就一起来说，哎，我在哪里？哎，你帮我策划一下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可以。所以你这样策划了几次生日？近5年是比较夸张的，是还有海外旅游啊或什么的。你很疯狂哎，一般人做1-2次就累了，就不再玩这个。因为一开始在家里旅游也是 surprise 吗？你是说醒来发现自己在海外吗？先给他注射麻醉针。那时候我帮他安排就是一个曼谷的旅游，然后我也是约了很多朋友，大概也有30-40个人。然后他也不知道，他本来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因为几个月前我在约大家那个时间，然后就时间越到我越紧张，到最后我真的压力太大了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就说 baby，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其实我帮你安排一个生日4天3夜这样。然后他其实很开心很兴奋，然后我就说拜托你帮我好不好？我真的。因为我想说，大家班级都要错开，绝对不可以遇到嘛。就后来我跟他讲了，搞了半天，到最后全部都还是我自己用。跟他讲过没有任何帮助啊，就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在 arrange 所有的事情。所以桃子假装不知道，是每一次都不想要参与任何费力气的事情。所以你请他帮忙什么，他死不帮忙。我说，比如说，因为我 surprise 的地方是要 hotel 的楼上的那个 bar 嘛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个是可以全部包场啊，然后要多少钱，大概怎样，然后每一天的餐厅啊，因为很多人一起去，人数这么多，餐厅一定都要先预定好，然后我就叫他帮我想办法，完全没理我啊。他当然不会想要帮你想办法，你要叫他把爸包下来。就你是希望他由他来定这些东西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其实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比较想不会那么远，但他是会深思熟虑的那种人，他就会想比较。那你干嘛不帮你老婆定啊？不是啦，因为那个我没有参与前期啦，对，而且我可能也在忙工作。他不喜欢半路接手别人做的事啊。对。可是我有问题，所以他包下任何东西或者什么旅途，那个费用是哪来的？是他出吗？你说 Penny 出来是说，还是你出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就是一起啊。所以不管那个费用多少，我都要买单。所以会不会每一次你帮他办大型的 party 都是他买单啊？对啊，都是他。对，好可怕哦！那你万一下次办2万人的怎么办？开演唱会了。陶喆，你就趁今天节目告诉他，你还希望他继续办下去吗？对我来讲了，我不是一个那么的，喜欢为了自己去过这些节庆，但他每次给我的这些惊喜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意对我来讲是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所以规模不重要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对。那你会为了报答他，也帮他办一个什么 surprise 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有试过吧，可能我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有试过，可是就常常都失败。对，尤其在他身上，有次也是帮你办一个，就是我现在假装去泡温泉。哇！对，然后泡完温泉出来，然后他的朋友我都约在那边一起吃日本料理，都从温泉里冒出来吗？请问这有什么？等一下，请问一下这有什么好被他发现？他就说啊，我就知道大概可能会这样子，什么就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解嗨了，就突然觉得说啊 ，man， 对不对？我花了这么多时间
想要还是说你去做那个。那些朋友是不是大嘴巴先跟你讲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他真的不擅长。你的 surprise 觉 party， 得结果你的婆婆从温泉里默默的冒出我来。就会说妈，不要这样子，再把它压下去，然后一直压着。我觉得 surprise 都已经玩到一阵子就好，对，不要然会不要太辛苦了。越来会越累，真的。好，婚姻里面其实有很多事情，好像是人结婚之后就会觉得没什么不可以讲开来的，就讲出来就算了。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有很紧张的在核对彼此的价值观，说我们是可以相处的吗？然后我觉得你娶她的关键点有发生在哪一刻？说这个人我觉得其实是如果一段感情都是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可以有一些考验，我觉得其实是好的事情。你们有刻意就是去找考验吗？没有刻意去找考验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刚刚好我认识Penny 没多久，那个时候其实我记得我爸刚刚开始身体不好，然后那个时候虽然他跟我爸没有见过几次面，可是你从他的言语，甚至于比如说他的父母亲都会很关心，都会说，哎，那陶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然后到我爸真的比如说在医院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其实他真的都会，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真的是刚刚开始认识几个月，他都会陪我。关心我，他说你需不需要我陪你去啊？我说啊没关系，不方便，我自己去好了。那真的很好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上天安排的一种考验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好。对对对，让我们可不可以度过？然后他真的就是陪我度过目前我的生命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女生可以跟他共度一辈子、2辈子、3辈子。是在那时候就觉得可以娶她了。真的。Penny，他刚刚说2辈子、3辈子，你听到的时候有毛骨悚然吗？就会觉得这辈子都差不多了吧？开玩笑的啦。所以 Penny 是一个，你能够从你先生那边得到安慰，他只要鼓励你啊什么，你都会收得到，是不是？会啊，就会比较有信心或什么。所以你生气的时候，他说冷静，你可以冷静吗？不行。我如果生气的话，我就是喜欢一个人，就是在一个空间，我又不喜欢人家他做什么事真的会把你惹毛？哦，我真的受不了一直碎碎念呢。可是他整集都在碎碎念啊。光是这件事情，他就会伸手说，纠正一下。他在家的说话的频率有这么宽吗？他真的什么都可以管呢，真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希望他说可以放下不要管的？我觉得比如说家里阿姨的管教方式啊，或什么，我就会希望就是由一个人统一讲，不然阿姨会混乱，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，一下他觉得这样，一下我觉得这样。所以你们俩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吗？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比如说比如说小朋友洗澡的温度，我洗澡温度是很高，然后他是比较温温的，不管何时。然后他有时候帮儿子洗，他就觉得他是个男生哎，他不用洗这么热，他会给他洗那种温温偏凉的，我都会很生气。我说你可以不要这样，他是小孩子，不是你，就是类似这样子，我就会跟他吵这个。其实我通常念他的东西，这种还好，就是我会提醒他，就是不要忘了做这件事情，超烦。因为我是那种，比如说我要做什么事情，不要忘了什么，不要忘了什么。比如说，不要忘了帮我去拿什么拿一个什么药啊，不要忘了什么的。但然后我会就是一直 repeat， 我就会讲他说你烦了，你够不够？你不是已经讲过？他就会那种时候他就会有点小小的。希望他回答说收到，这样是吗？我希望的是他把它记下来，可是写下来，他不喜欢记在手机里，他不喜欢把东西记下来。那你就传短信给他嘛，对啊，他不记。没有，你传给他，他就会接到啦。我传给他，可是他只是看一下，他是已读不回啊。OK，Penny 干嘛不回？我没有，我就会说好啦，或什么我都会。然后你真的会忘记？真的是偶尔啦，因为我事情很多哎。对啊。OK。所以你是爱碎碎念，但你不会真的骂他？不会啦，还好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不太发脾气的，其实在家里。他1个礼拜喝醉的频率多高？犀利的问题来了。你会喝酒吗？我们不就一起喝过？好啦。1周有超过3天吗？我1个礼拜限制自己
最多出去2次，而这2次是我必须要出去的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陪，不只是 Penny， 还要陪孩子，还要再 maintain 工作的效率。对，我刚刚问根本不知道这是犀利的问题耶。而且 Penny 一直在笑，你是在笑说根本就不止2天吧？没有啦，3天差不多啦。没有啦，你这我觉得会到3天，应该就是4天吧。这样好吗？你们有什么好讨价还价？随便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任凭你老公当众说谎啊？那就不一定啊，因为有时候会2天，那有时候可能就是3、4天，家庭聚会，有时候不一定啊我们会有很多朋友的聚会，那种就不算。你真的很弱，你老公很快就把你的话抓走，说不是，可是如果喝醉了回去，并不构成什么困扰，就没关系啊。就他会一直自己跟自己讲话2个多小时，我觉得那2个小时，自己跟自己讲话，对啊还好啊，不是跟你讲话啊。可是他在我旁边啊，就是他也会影响到我啊。他跟自己说些什么？比如他说好啊，你就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怎样了，然后他说你就不转过来啊，就是一直那种自己面对自己这样，一直自己讲话这样啊。他有时候会讲到自己发脾气吗？会，他就会说你就是不听我的，好啊，你走这样。他就在跟你讲话啊。对啊，可是我没讲话哎，我就是这样子看着他，然后他说你给我过来这样子。我哪有叫你？他叫你过来，对啊，因为有时候可能去再往倒个水蹭一下嘛。因为我比如说会倒个水啊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就会说你要去哪里，他就以为我要出去啊什么的。听起来很戏剧化就是了。有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压力太大，他自己出去也都不回我简讯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为什么不回他简讯？就是有时候在开会，有时候在吃饭，可是他会突然问我一个你不需要马上回的问题，对， Like what？比如他会我说们家地板是什么木头的？不是，他问你一个说你觉得哪一件衣服比较好看，然后拍照给你看吗，然后截图3件衣服，那我就说这个不用及时回吗？你怎么会传衣服的照片给老公选呢？因为他 sense 很好，我都会问他。你这样很烦呢。啊，对不起啦，干嘛这样？他现在的好朋友们都是透过你而认识的吗？也不是啊，就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关系啦，有点关系，但也不完全是。王力宏的夫人是吧？对啊，我们有时候常会聚会，然后侯佩岑还有侯佩岑，对啊。所以如果能够约到那个侯佩岑和王力宏的老婆一起出来吃饭，对啊，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嘛。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忙着照顾小孩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会约稍微晚一点，比如说等小孩子睡啦，那种7点半、7点45以后。这种聚会应该就会在讲先生的坏话吧？当然呢。可是王力宏有什么坏话可以讲？啊、you don't know 。所以不要幻想有一个先生他太太会出来说我现在没有缺点。有一次我最惊险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约邻居来我们家聊天，然后顺便喝一点小酒。然后因为我老公那天也提早回来，但他已经喝挂了，他就躺在床上。我想说，喝挂就一定睡死。然后我就跟我邻居就开始大讲我老公坏话。隔天早上起来，他就说：“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在背后说我这些事情。”我说我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竟然把我讲成这么糟的一个人。我说你不是睡着了吗？他说我还没睡着。等于说他全程都在听。那你刚刚讲说这是一件很惊险的事，这不惊险就已经完蛋了，这有什么惊险？你已经被发现了。可怕的是他竟然还愿意接纳我。你说他应该把你踢出去。对啊，我想说这应该是他就是说你公司，就他竟然还说你下次不要这样子哦。他说啊，这样都还可以留在这里哦。下次只要不要在他面前这样就好了。所以 Penny 跟姐妹淘聚会一定要讲先生的坏话。其实不会耶，我们其实真的聊比较多，真的是育儿哎。其实我觉得静蕾蛮厉害的，她都会教很多，比如说怎么教育小孩子啊什么的。我们讲老公坏话好像很少，我好像没听过他讲力宏什么耶，真的。他超喜欢帮王力宏办惊喜派对的。对他更厉害。静蕾嘴很紧，对，你从来问不出王力宏的坏话。真的吗？我下次来试试看。真的。所以他们2个人有互相的嗜好啦，对。所以 Penny 今天讲了很多话，都是我先生也这样，就表示说你可以这样对我，那我也这样对你。所以你收到这个讯息，就是你以后再常常已读不回，他就会对你常常已读不回，就这样啊。
好，那我回。好，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影片当中呢，我觉得熊是他输了嘛，那个灯不算过分，而且在家里想要种植物，还蛮浪漫的啊。而且你们是想要用来做菜的，其实是想要烹饪用的，对，不是说只是种的好玩，那些东西也没有很好看。然后看片子再看手机，我也有点同情陶喆，我觉得应该要专心看片子。因为很多电影，如果像你爱看有深度的电影，对，你要 miss 掉一个台词，你就受不了，真的。然后等下追问说怎么会这样，你就要停下来跟他解释说这整个事情辛苦，所以有啦，各有难处。我输了啦。好，我们看看他拍到你什么东西。好，来先生拍的画面。我们家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一个博物馆，零食博物馆、模具博物馆。你也可以看到这边，你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模具。这个模具我常常看到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它做成一个任何的蛋糕过。一个脸吗？然后你不要以为你只有西式，我们中式也很厉害。你看，哇，真的。但是我必须要说 ，Penny 的手艺是真的不错。我相信他有一天也是等我们儿子大一点的时候，他会好好的去运用这些模具。所以我在这里也给他一个爱心。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，但是我们只是说，对不对 ？Talk is cheap。我们现在要做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要做可丽露，但是我先要请出我的二厨。苏 chef， 麻烦你拿可丽露的膜给我，谢谢啊。我是 master。你平常都不是这样，你平常都不是这样子指使我的。一下说配你奶油，配你盐巴，配你糖，配你什么高筋面粉，什么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这些膜买了，可丽露我只做过1次而已。但是我那次的可丽露是不是真的很成功？真的很成功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就是外面有一点焦焦脆脆，然后里面又很 Q 弹又嫩嫩的。对，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、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做可丽露。我们今天只是给你看一下可丽露的膜长什么样子。OK， 啊，这个笔呢，其实它不是一支笔，它是一个 Magic Pen。什么？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带着它，因为 Penny 要我带着它。据说它可以让你周遭的空气变得非常的干净。我有见过这个玩意。我刚刚说我们家是一个博物馆，你真的不要质疑，不要怀疑，你也不要觉得我夸张。你知道每一年他们办那种厨具展览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会说，哎，陶先生，你家里的一些这些厨具可不可以拿来我们来展示？对，尤其我们家有些复古版，对，现在已经没有在生产了，我们家都有，请进来看一下。哇，这间是什么？这个是做豆浆的食物调理机，各式各样的 blender 有。这个是专门做鸡蛋的。我看一下你们可不可以猜得出来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做低鸡精。小心会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不只是你。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很实用的，你还可以练你的那个缩骨功，因为有时候你要拿东西，你要这样拿。抽屉，你看，这样抽屉，这里面都是东西哦，都是宝。另外一样东西呢，其实我最近才开始发现 ，Penny 非常爱收集。各式各样的眼镜，真的有需要这么多眼镜吗？而且我觉得 Penny 现在最有趣的是，她常常会说：“哎，我今天买了一副眼镜哦，这副眼镜其实你也可以戴。”我真的我也可以戴这个吗？这样好像就不太 OK。不可以。OK， 我带大家来我们的主卧室，但是同时间呢，它也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唯一现在属于我的空间。除了这个很舒服的这个床，对，每天可以让我在这边休息。还有前面你会看到有4只小熊，这3只呢其实是我爸10几年前
他送的，对，他就希望说我们一家3口可以常常聚在一起。这一只呢，就是象征的就是我老爸，对，这一只就是我妈妈，对，那这一只就是小熊，那就是我。这个地球仪也是我老爸送给我的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爸爸送给我这个地球仪是一个真的非常有意义，然后会让我永远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比较宽阔，然后一个远见的一个看法。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唯一在家里面除了这个床可以带给我安全感的，就是我的这一把吉他。我本来其实家里面是有很多把琴的，在旁边隔壁一个房间里面。可是呢，因为现在呢，这个家里已经被儿子跟 Penny 给完全占据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只有一把吉他。现在在我的身边呢，是一个我非常自豪的一个机器。但是我其实有试图的让 Penny 来用，可是他都一直非常的抗拒用这个机器。可这个机器我真的觉得非常好，它是一个倒立机。我来示范一下啊，就这样。哇！好了，我现在已经脑充血了，哇！整个人觉得神清气爽。是那台倒立机是陶喆买的吗？对，是他买的。我是看好像是购物台，然后我买的。可是其实那也超占空间的，很大，那很大。对。可是你真的每天去倒立吗？我没有每天，但是因为我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时候会肩膀啊、脊椎啊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嘛。那是我觉得说其实不用去外面整骨，自己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机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医学的证明啦。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拉完了之后，我觉得是有比较舒服、比较放松。因为它真的占了你很重要的一个位置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想要搬家，需要更多的空间放这些东西。Penny，你喜欢你们的厨房的设计吗？就是有一个独立的小地方放所有的锅子跟奇怪的。很喜欢我觉得很喜欢。所以滴鸡精的那个大锅是干嘛的？就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常常用啊，我就是会去买新鲜的鸡，然后放在里面，然后滴的是不加一滴水的，所以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那只鸡后来会怎么样？变很柴，就它所有的营养都已经到那个鸡精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卖很多，可是你外面卖你就会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都自己弄。所以鸡精锅在你们家用了多久？他之前在做巡回的时候，其实我常常炖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喝，是不是？然后真的陶喆啊喝了会有感觉，我觉得不错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显精啊，显精啊。OK， 所以现在还在用鸡精锅，现在还在用。我现在鸡精就有稍微少一点，那我怀孕的时候一直都还有在用。为什么现在不需要补你老公了？现在要照顾小孩就不要管老公。他现在就是有给他喝显精。其实我们真的蛮多，就是一些补的东西啦，在家里。所以你们在家的时候花在厨房的时间很多，算多。对 ，Penny， 我的问题是，在那个厨房里面当陶喆的二厨，是对你来讲是甜蜜的，还是有点烦？有时候觉得很烦呐，因为他一下说什么，他就一下要那个东西，他可能1、2年前买的，我早就不知道塞到哪去，他要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，那就对我就觉得很烦，我就很生气。其实煮一个意大利面就一个锅子一个勺子就够了吧，他老兄要用5、6样东西耶，所以他就是要吩咐你说去拿匣子，去拿那个勺子，去拿什么什么。对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甜蜜？就是夫妻一起做。我觉得其实蛮好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蛮好的吧。其实我觉得厨房吗？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做菜。可你不觉得一个家庭真正不是客厅，一个家庭的心脏是在厨房？比如说，点头啊你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如果我在这边做这个，他在备料，儿子再大一点，可以帮我们切个什么东西，洗个东西，那当然这样蛮好的。儿子要被抓去切菜哦，切到手了。陶喆，就是你很追求全家人要在那边一起做一个东西。我们从小到大，你有看过这个画面吗？有。我从小，我爸就会说，你来切豆干。所以那是你向往的生活吗？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家庭感。对，而且那个是很实际的。你做完了之后，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那个，很难吃，你还可以直接讲啊，说你个豆干切的跟大拇指一样粗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有一些这种机会的这种教育的互动，真的耶。对啊。所以Penny就没办法感受到
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忙煮饭啊或什么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自己一个人做东西的时候，他过来主动说我要帮你，你会觉得说走开？他不会，现在不会了他还好，他不会现在不会。他就陶喆做主的时候，他来我要帮忙当助理，对对对这是对对。他其实是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完全不进厨房，一道菜都不会烧。现在他可以烧一道菜，所以我们一道菜不是一道菜，就是满汉全席一桌菜，一道菜。忙那么久才一道菜。对对对，就他过年啊等等啊，什么家里有请客啊，他都会就是比如说10道菜、12道菜这样，都他一个人做，都他自己做，当然还有帮手了，对我还有一些帮手了，帮手帮忙。。对对，所以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你喜欢跟陶喆一起做的？我蛮喜欢跟他一起，我觉得旅游吧，我们很喜欢一起旅行对一起煮饭我也蛮喜欢，因为我很喜欢一起在家里吃饭啊。然后你会希望他少念一点，我觉得他不会我觉得他不会少念是他不吗会，这可能没办法改掉。你有？OK，没有曾经大吼过说闭嘴？对他，好像有失控过，然后我就会关门，然后我要自己冷静一段时间，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念了，好烦哦，我就是会自己进房间这样。他是针对一件事在念，是不是？就他就是比如说就是2、3件事情一直加起来，就是一直重复。然后我的个性又是射手座，我很讨厌人家一直念我。那你们关上他应该就会停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因为被念，我就有一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很打开来，很委，不是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我就那边躲在被子哭什么，然后他就会进来说啊，对不起啊，刚刚不应该这样什么。然后就开始没有啊，念就会安慰我，就就说啊，其实他刚刚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会道歉很好啊。对他很让我啦，其实说实在，我们吵架都是他跟我道歉比较多。而且听说那个怀孕什么的，陶喆就变得很贴心，会在家里面贴什么防滑的。对啊地，板我还没想到。对啊，我后来就是看到他已经在地上一个一个贴这样，每一间厕所。陶喆，你照顾他是会感觉到说年龄上，你觉得你会特别有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小孩之类吗？我觉得这个年纪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关键。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可能家里面就是独子嘛，所以你本来就可能从小就有这样子比较会照顾别人，然后因为你要照顾你自己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你有那种你可以照顾你自己，你也会想要照顾别人，是加上当然因为年纪的这个部分，可能就会发现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有点像是你的女儿妹妹那种感觉。对，就要多疼他，多照顾，让他，然后他生气就生气，好没关系，就也不用跟他去计较什么了，对啊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婚后你说他变得比较开朗，比较外向，所以一切是你完全都想象中的婚姻的状况吗？对，没有让你吓到的，或者说怎么会这样失望，或者说怎么样，或者说意外的事情没有没有。我觉得Penny 真的是有。在这些年，他真的有成长。对我可能 maybe 在他眼里我没有什么成长。对，你所谓的成长，具体的事情是像什么？就是他长大了，对，然后他愿意去扛这些责任，比如说这种婆媳关系啊等等。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我不是真的是为了夸而夸哦，是真的我看到了，我就觉得真的这个让我也应该要多去让我自己变得更好。所以你跟你婆婆感情很好，很好啊，我们就常常会一起吃饭聊天，她会来家里啊，这样。所以2个人独处吃饭也 OK。我们婚前我就常常，因为她常常不在嘛，我就会跟婆婆自己2个人去吃饭，还没结婚的时候。你当时会很紧张吗？我觉得一开始，因为我婆婆脸比较严肃的感觉，可是你其实跟她聊久之后，其实她是很好相处啦，其实蛮好相处。你有看她以前表演的时候的画面吗？没有但是我看过照片，我没有看过的片段，我没看过。对，片段好像现在很难找得到但他们有一次在内地录那个全能星战那个，对，他们我有看到我婆婆有表演，我觉得蛮感动，我有哭我觉得那个因为她的那个那是基本功啦，对，就是还是在很扎实的。其实，因为他表演开始，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一集。陶喆，你妈妈以前跟你爸爸生气的时候会摔你们家的吉他，是不是？我妈是有那个会动武的，真的，因为我妈自己都讲了，她说以前这个在学校里面练京剧的时候，他们要踢毽子啊，什么那些嘛。
对啊，结果我不晓得他一手很好的武功啊，对，突然把那个吉他变成个毽子，直接踢过去。所以你妈没有用功夫对付过你吧？嗯，有吗？不能说那个好像就不能说叫功夫啦，对。就是揍你2下。啊，对。可是其实小时候，其实以前可能那种管教方式，我爸其实也有，小时候也会就是那种打，对就用。可是长大了当然就比较不会了。所以你有担心你妈妈跟你太太的相处吗？我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说我不会太去强求我的另一半，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 Penny 的时候，或者我那个时候女朋友啊等等，我不会太去要求。当然结婚了之后，我也其实也没有给 Penny 太多的压力，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妈妈要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会给无形的压力？也没有无形吧，我觉得其实我就是让她顺其自然，可以很好就好。但不要去，好像说你一定要跟他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对他，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他。所以如果比如说你要去外地，可能待个1个礼拜，你会说，哎，这礼拜你就好好陪我妈。我会说啊，你可以打个电话给妈，如果她有空，然后你可以跟她去吃个中饭呐，然后她就 OK 好。那这件事情如果 OK， 就是说，哎，刚好我妈说，哎，我们来出去吃饭，他们真的就会出去。那如果他就是没打呢？他不会了，你说 Penny 吗 ？Penny 会打。我不会，我会打。他会打。你说你就不会打是吧？没有，我觉得这就算是给对方一点点压力。对。哦。你不用打，因为你婆婆就住在你们同一个房子里，一打开房门就看到她。所以陶喆听起来还算整个婚姻生活对你来讲很 OK 嘛，就是快乐远超过不舒服的部分。对啊，你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公？是吧？我觉得他是啊。然后他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好爸爸。对啊，目前看起来。他真的有很分担照顾小孩的事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如果有空的话，只要他在家，小朋友都是他在洗澡啊什么的。哎，陶喆，你小孩长大到几岁，你就会开始叫他看你的演唱会画面？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呢，真的。你不是吗？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哎。可能我觉得就让他自然的去接触，当然等他真的2岁3岁比较懂一点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他知道你是巨星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不会是你希望不希望吧。他可能 maybe 他长大，他慢慢他上学啊，他交友啊，他可能看到东西，他慢慢他自己会感受到。哎，你小孩有觉得你是巨星吗？因为我常跟他们讲啊。不可以不知道这件事。对。所以拍了一个杂志封面也要给他们看吗？没，他们就自己会看呐。可是我婆婆很爱看，我就会给她看。OK， 所以你认识的朋友们，有人不在乎小孩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的吗？我姐姐就很怕小孩知道她是干嘛的。你就喜剧演吗？对，大 S。这也无所谓。对。哦，这听起来你也是这样，就是没关系。对，因为我爸爸其实也是艺人，然后我妈妈之前其实也有一些艺人的这个光环之类的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不会特别希望他有这个方面的压力，因为我小时候有这样子的压力。OK， 对我小时候有这样的压力，所以我不希望他有。我觉得就让他自然去发展，自己去了解，他可以问我问题，他可以跟我聊啊等等的。所以你聊到你接下来的家庭计划部分，就是会有更多小孩，然后你的时间就有更多时间会花在小孩身上。一定的啊，一定会。所以你如果那么追求3个时髦的话，你该不会是要生到第3个吧？我希望咯，如果可以的话啦。但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的。陶喆也希望3个。我们其实都喜欢小孩啊。对，那当然，我另外一个可能我的私心啦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大，我希望小孩子越多可以多照顾他了。对，陶喆的下一首歌应该是到20年后才会出现吧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小孩会激发你的出现了，小孩会激发创作灵感，没错。而且你创作的时候就顾不了，就先把爸爸身份放开，就要赶快做音乐。对了，可是你做出来的音乐会不会就太有父爱了？不会，就是还是会有摇滚，还是会有酷的部分。我觉得还是会有，我觉得还是会有，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其实
有小孩子，不是说有小孩你就开始要写儿歌嘛，也不是这样子啊，那这样子还得了？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那是另外一种能量跟另外的一种灵感，它怎么样呈现出来，不见得一定是我刚刚讲儿歌或什么之类的。是，对啊，对。我今天听觉得陶喆很享受他的家庭生活。他自己一个人享受。没有，不要这样讲了，太太感觉也很 OK 啊。太太，我觉得就是感觉心里有一个那个要爆开的东西还没爆。希望接下来太太也可以享有自己的一些社交生活，不要太被盯着就好了。好，对，起码我觉得这个婚姻带给他们很幸福的感觉。感觉陶喆过得很充实。对啊，很棒啊，而且音乐创作也继续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恭喜你们，谢谢谢谢你们今天来接受访问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。